地球上是否存在着一个洞，顺着这个洞一直向下，可以深入到地心，而地心里其实存在着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有电离的天空层，有山脉、海洋，有史前巨兽，甚至还有土著人。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科幻小说之一，叫做《地心游记》。1970年，苏联科学家在摩尔曼斯克州科拉半岛向地壳深处钻探。在19年后的1989年，一共向地下钻探了12262米，就是12公里多一点。而整个地球的半径是多少呢？是6371公里。这个时候，克拉生酮已经无法钻探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是地下的高温，钻头触及的岩石温度高达180度。其次是岩石塑化，就是岩石已经有点流体的性质了，它不再开裂，而是像面团一样缓慢变形。人类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地壳科研计划不得不终止。苏联地质学家创造的12262米记录，已经是人类钻探的最深距离。地心的神秘超乎想象，地心里真的存在另一个世界吗？有关地心探索的故事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来到1897年6月12日下午14时30分，印度阿萨姆邦的大地开始发出沉闷的轰鸣声。不到数秒，地壳突然撕裂，巨大的能量被释放出来，地面隆起与断裂绵延出数公里，建筑瞬间被夷为平地。这是19世纪最大规模的陆地地震之一，震级为8.1级。地震引发了山体滑坡、河流改道、井水喷涌，甚至喷出了奇异的蓝色火焰与地气。地震波远达2000公里之外，在中国云南都有人记录了这次地震的震感。阿萨姆大地震在科学史上非常重要，因为对地心的研究就是通过这次地震开始的。在整个19世纪，人们对地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。除了儒勒·凡尔纳的《地心游记》，1871年还有一部英国作家爱德华·利顿的科幻小说《维里尔：未来种族的力量》，描写了一个更神奇的故事。书里说，一个拥有超级文明的地下种族潜伏在地心里，他们使用一种万能能量叫 Varil， 可以进行治愈、摧毁、通讯、移动等一切活动。地心人等待着有一天重新夺回地球表面。因为这本书采取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，在当时很多读者都误认为是真的。地心世界的传说大行其道，是什么中断了地心世界的幻想呢？是一种科学仪器，叫做地震仪。这个仪器的原理特别简单，说出来大家会觉得就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。这么简单的仪器和地心世界有什么关系呢？地震仪的原理是这样的：假设在地基上放一个钟摆，在钟摆的下方放置一支笔，然后让纸带走起来，不就可以记录地震波的形状了吗？为什么要记录地震波呢？一开始大家也说不出个门道，就觉得地震似乎有横波也有纵波，记录下来也许能够从中总结一些规律。英国地质学家约翰·米尔恩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，制作出了非常精准的记录地震波的仪器，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米尔恩型地震仪。这个仪器是1880年制作出来的，最先大规模部署的是日本。因为日本地震多，他们对研究地震特别有动力，一边记录地震，一边改进地震仪。全球各大洲也都相继设立了地震台站。17年后的1897年，米尔恩型地震仪终于派上了用场。当时印度地质调查局的首席地震学家叫理查德·欧尔德姆，此人一战成名，成为现代地震研究的开山鼻祖。欧尔德姆真是下了功夫，他收集了全球所有地震站的资料。这些台站包括印度加尔各答地震站，这是欧尔德姆的总部基地，资料最完整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震台，德国汉堡地震台，英国伦敦地震台，加拿大渥太华地震台，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地震台，新西兰威灵顿地震台，澳大利亚墨尔本地震台，日本横滨地震台，中国天津、上海气象站，南非开普敦地震台等台站的资料。
欧尔德姆花费了9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地震波图，随后他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、打破所有人认知的地心论。时间来到1906年，欧尔德姆在伦敦地质学会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《地震揭示的地球内部构造》。地震怎么能够揭示地球内部结构呢？这还要从地震波图上说起。地震学家发现，当地震发生的时候，地震波不是一波，它是分几批到达的。总体呢分为2大类：体波和表面波。体波是穿过地球内部传播的波，它的传播速度快。体波分成2批，第一批叫纵波，传播速度最快，会首先被地震仪接收到。从图上看，纵波有点像弹簧，说明第一波震波是沿着传播方向拉伸的。第2批震波叫横波，震波像抖动的跳绳一样，是垂直于传播方向的。接下来是表面波，表面波沿着地球表面传播，速度比体波慢，但是破坏力最大。欧尔德姆在对比全球台站的地震波时，惊讶地发现很多台站没有接收到横波，存在着一个横波的消失带。他对各台站的地震图进行了精确的计算，发现 S 波在超过105度后完全消失。看来在地心有物质阻挡了横波的行进，这个物质是什么呢？因为横波不能穿过液体，这说明地心有类似液体的成分存在。一个大胆的构想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。地球内部也许存在着3层结构，分别是地壳、地幔和地核。地核是一个巨大的液态结构，这说明地心是一个液体组成的大球。欧尔德姆的报告震动了科学界，他的伟大突破就在于他第一个意识到地球的震动是一种信号。他用一张张纸带图，一道道微弱的震波差异，穿透了未知的迷雾，使地心从不可见变成了可测量，首次揭示了地球的心脏轮廓。但是地心的秘密远不止这样简单，下一次重要的发现同样伴随着巨大的灾难。时间来到1929年6月17日上午10点17分，在新西兰南岛西北部的马奇森发生了巨震级7.8级的大地震。这个地震比唐山大地震还要大，唐山大地震的巨震级是7.6级。南岛西海岸地面持续摇晃超过4分钟之久，马奇森镇完全被摧毁。布勒峡谷大面积山体滑坡，震中不远处出现了约4.5米的断层。人在自然之力面前显得太过渺小了。震波跨越了半个地球，传到了丹麦哥本哈根地震观测站。这个站的负责人是女科学家英厄莱曼。当时莱曼掌握着3个地震站的数据，除了哥本哈根站以外，还有丹麦所属的格陵兰岛上的2个观测站。莱曼对比了数据之后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。他立刻收集了全球地震站的资料，果然诡异的事情出现了。纵波在传播的时候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阴影区，而垂直通过地心的纵波也会出现明显的偏转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1936年，经过7年的研究与计算，莱曼在丹麦皇家科学院期刊上发表了论文《P 波》，这是一个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理论。莱曼认为，在液态的地核之内还存在着一个固态的内核。他是这样推理的：纵波在进入液态地核之后会产生折射，当前进的纵波遇到固态的内核时，再次产生折射，这样就会在地球的另外2端产生阴影区，阴影区的范围在110度角至140度角。而穿过内核的纵波在产生折射角后还会形成交叉。地震图上出现这2种纵波情况，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，就是外核的内部还有一个固态的内核。莱曼假说在学界引发了轰动，就是在纳粹德国侵占欧洲的时候，这个理论也迅速传遍了世界。地球的内部原来是这样的，最外的一层称为地壳，厚度为50公里。我们在节目一开头讲的前苏联钻探的科拉深孔，就只到地壳深度的1/5。地壳之下是地幔，它是一个硅酸盐盐的石壳，厚度约为2900公里。地幔由上地幔和下地幔组成，
在上地幔的顶层有一个粘稠层，称为软流层，本身呢是固态，但是具有流动性，性质有点像粘稠的沥青。软流层的温度可达700至1300度，是岩浆的重要发源地。下地幔由高密度结晶态的固态矿物组成，再向下就进入到了地核。地核又分为2部分，外核是铁和镍组成的熔融液态层，厚度为2266公里，温度达到4000到5700摄氏度。最中心是内核，直径为1200公里，它是铁镍合金制成的一个固体球，大小约为月球的70%。内核的表面温度与太阳表面温度差不多高。原来我们的地球是层层相套的结构，就像洋葱一样，剥开一层还有一层。但是人类没有手段对地心进行物理检测，目前的这些理论都是猜测。地心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10年后，新的研究又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。时间来到1946年，美国物理学家沃尔特·艾尔萨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，称为发电机理论。前面讲的分析地震图是听信号的方式，而地球内部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看到的。极光是一种在夜空中出现的自然发光现象。极光是太阳活动引起的。当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，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和分子碰撞时，就会产生这种光芒。极光与地球的磁场紧密相关，地磁场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防护罩，称为磁层。磁层能够挡住大部分太阳风。请注意，在地球2极附近的磁场会有一个开放的区域，太阳风粒子能沿着磁力线进入地球的南北极，所以在2极附近就很容易看到极光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地球磁场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艾尔萨瑟从莱曼的理论中得到了灵感。地球的外核是导电液体，在地球自转的克里奥利力和热力驱动下形成了涡流，正是这些流动的导电液体造就了地球的磁场。整个循环过程就像线圈中有电流流动产生的磁场。这个理论与现有的观测非常一致，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球的磁极总是在移动，为什么地球磁场会反转，为什么地磁强度会有变化。地磁场也是地球生命的保护者，如果没有地磁场，太阳风会吹散地球的大气层，地球上的生命都会死去。发电机理论强力地支持了地核分为外核和内核的假想，是莱曼地核学说最有力的证据之一。虽然人类不能直接对地心进行观测，但是还有很多间接的手段可以推测地心的构成。比如，地球的平均密度为每立方米5515公斤，由于地表的平均密度只有约每立方米3公斤，由此可以得知地球核心区域有密度更高的物质。科学家分析，地球的核心是由铁镍合金构成的。地核虽然仅占地球总体积的16.2%，但是它的密度极高，因此质量占比达到了地球总质量的1/3。这些数据都与推测相符。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，这么多铁元素是如何进入地球核心的呢？2013年，斯坦福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教授温蒂毛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实验。他将铁与硅酸盐，就是岩石的主要成分放在一起，然后加高压，最终把压力加到了地球大气压的330万倍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在原始地球高温高压的环境下，铁会自发地从硅酸盐中分离，因为铁的密度大，所以会向地心沉降，最终形成了富铁的地核。但是这个过程很慢，据计算，铁要经过数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的核心。这个过程被称为核心分化。这样看来，不只是地球，所有岩石行星的内部都有一个巨大的铁镍核心。这也可以得到一些间接证明。美国航天航空局 NASA 在月球和火星上都安装了地震仪，他们使用卫星去撞击月球和火星，制造人工地震。
得到这2个星球的地震图。通过研究，科学家确认月球与火星同样拥有铁镍的核心。这些研究都可以间接地证明地心的构造。以上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地心构造的发现之旅。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节目开头的问题了，在地球深处到底有没有地心人呢？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推测，如果地心人居住在地壳层里，整个地壳的平均厚度为17公里，它们距离地面并不算太远。在这个很薄的空间中，如果有一个超级文明，现代的雷达、声呐，包括地震仪，都应该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地层空洞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发现地下的巨大空洞层，这说明地心人并没有住在地壳层里。当然有人会说，地心人的科技水平那么高，还能让人类发现吗？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，我留在后面再说。那么地心人有没有可能生活在地幔里呢？地幔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温度高，地心人要忍耐500到4000摄氏度的高温。上地幔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从软流层开始，物质就呈现出了高温固态的状态，具有粘塑性。地心人就像生活在沥青里一样，人类还没有发现能够生活在粘塑性环境里的生物，所以地心人似乎也不能在上地幔里生活。再向下就进入到下地幔，这里有数十万大气压，强大的压力会破坏大多数化学键，生命难以维持功能状态。在这些结构致密、刚性强、几乎没有孔隙的坚固矿物中，生理、能量、感知都无法存在。地心人在这里生活也是难以想象的。再向下就进入到了地核，温度从4000度直到5700摄氏度，内核的压力高达3300 G 帕，在那里连金属都变成了金属液态态或金属晶格态状，这样的环境远远超出了生命生存的极限。如果地心人拥有超越想象的科技，他们还不如直接生活在太阳的表面，那里的条件都比地核更宜居。这样看来，并没有地心人存在的证据。这个概念属于彻头彻尾的科幻幻想。有的朋友会问，地心人与地心结构都是假想，为什么一谈到地心人就归类为伪科学，而谈到地心结构就变成科学了呢？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地心人存在吗？这种问法并不是伪科学，这属于科学提问。在什么情况下地心人就变成了伪科学了呢？我给这种情况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双重无证据逻辑闭环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掌握了这个概念之后，大家就能分清什么是科学，什么是伪科学。举例说明，有人宣扬地心人存在，这本身是没有证据的，属于第一重没证据。你继续问他，那地心人在哪里呢？他回答，政府封锁了消息，普通人不可能知道，这是第二重无证据。而第二重无证据可以完美的闭环第一重无证据。我们再来体会一下，有人宣扬地心人存在，当你问，你说地心人存在，请问证据在哪里呢？他回答，地心人这么高的科技水平，能让低水平的地球人发现吗？他的回答已经形成了逻辑上的闭环。凡是这种在双重无证据下的逻辑闭环，就属于伪科学。可能有一点绕啊，咱们再举2个例子。有人宣扬地球是平的，这是第一重没证据。当你问为什么卫星显示地球是圆的呢？他回答，这是 NASA 的阴谋，是为了让地球人以为地球是圆的，这是第二重无证据，并且形成了逻辑上的闭环，这是伪科学。有人宣扬金字塔是假的，这是第一重没证据。当你问为什么要伪造金字塔呢？他回答，西方人为了卖文物而伪造的历史，这是第二重没证据，并且形成了逻辑上的闭环，这是伪科学。因为这个概念太重要了，我最后再总结一下，大家千万别嫌我啰嗦。外星人存在吗？这是科学提问。宣扬外星人存在，你问他外星人在哪儿呢？他回答，在51区被美国政府控制起来了，这就是伪科学。双重无证据逻辑闭环是一个清晰的、简单易懂的反对伪科学的概念。如果以后大家遇到拿不准的情况，就使用这个方法试一下。
在迷雾弥漫的世界里，总有低语诱惑我们相信没有证据的谎言。伪科学、阴谋论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太大了，他们会破坏理性的基础。一个失去理性判断的社会，只能走向愚昧与黑暗。而人们真正要寻找的，是一支可以穿透黑暗，引领我们不断前行的烛火。这支烛火从来都不是万能的答案，这支烛火叫做科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